黑色的大狼，好可怕！师兄，你来作甚？扶领羊他们一同走，趁着妖怪还未完全挣脱锁链。清雪、香菱，将师兄和其他人带走。我们走，那苏苏你呢？我要催动体内所有煞力，与狼妖一战。苏苏，狂妄！你以为能赢？我四人合力，本想一举将其灭去，反被重伤至此。你只得一人，如何行事？与他不可硬拼。上岸后，让所有人逃离，再谋后计。师兄，你在此处不觉，水面之上亦是妖气冲天，无人牵制，他很快便可挣脱。破水而出不过须臾间事，所有人都来不及逃，都逃不过一死。所以你就想舍身绊住他，为我们争得苟延残喘之机。好，真是我的好师弟。你以为我会感激？我为求胜，不为求死。求胜，不自量力。你有万一，叫我如何向师父交代？师兄若死，师父亦会难过，夫婿师妹更要伤心。什么？师兄，你说过，你我至少活下一人，所以你走，我留。你混账！大师兄，带他们走。那苏苏怎么办？用了煞气，你自己会痛死吧？走。我好，我会相信苏苏，所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不然我……屠苏哥哥，一起走好不好？香菱怕，你也不要一个人留在这儿。快走！香菱，我们走，在这里帮不上忙，只会妨碍苏苏。他激发煞气时，谁也不认得。屠苏哥哥小心，千万不要输给他呀！
100年来，你是第一个让本座有兴趣交谈的活物。有趣的小子，明明身体里充满黑暗之力，居然为救同伴留下送死。你若应允不杀他们，我便罢手。可笑，为何不杀？本座来了此处，方才悟到，杀人乃是世上最好玩的事情。人阴险狡诈，胆小又懦弱，只敢用卑鄙的手段玩弄伎俩，将他们开膛破肚，让他们再也说不出那些虚伪之言，岂非好玩之极？那你我今日唯有不死不休。小子，替别人死值得吗？你深埋的阴暗和怒火，本座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的心时时刻刻被黑火烧灼，比起像人，更像是妖。我们岂非再相似不过？你却要杀本座！我再相似不过。不错，这种怨恨你不会陌生吧？被人目为异类，未曾做过的事遭人冤谤，被欺骗，失去所有一切，被所谓天注定的命运翻弄得遍体鳞伤。当初那臭道士是如何说的？说要与本座做朋友，1000年来他是第一个，最后却将本座骗来此地，暗无天日，度日如年，怎能不恨？恨，我也恨。为什么大家都要死掉？赵林并非我害，不如与本座一同出去，杀尽那些丑陋之人，岂不痛快？杀了他们！所以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谁？不对，我还有事要做。今日一搏，生死未知。若你我均丢了性命，留得一人，要世尊如何承受？上王师尊不会相信苏苏，千万不要输给他呀！贫道师尊落水真人为不能输，以寒铁锁链，将其缚于铁柱旁，恐更加令其心生怨憎。一朝脱身，莫说观内，只怕方圆100里，尽无活可。
确实稀罕。狼妖，休要再出言迷惑，来一决生死！迷惑？小子，你活过多久？自以为清醒度日，怎知那些时候不是正在糊涂？既然想不通透，留你也无用。今日慎行，不知哪个蠢货于水上燃灯，本座将脱牢笼，便让你作为重返人间的第一口生计。食肉饮血，不过，小子可要撑得久些，别那么快死，好叫那群杂碎多活一刻。至你一死，本座便会出去杀你同伴，杀千千万万之人，好不快活！会死的是你。说大话的小子，恐怕还不能将体内凶煞之力控制自如吧？就不怕遭其反噬，经脉爆裂而亡？有意思，那便来战！本座若败，命就与你死个干净。待得去了阴间地府轮回簿上，查清楚那臭道士投胎何处，本座还要叫他生生世世不得安宁。
你们几个护送其他人离开，我下水去找师弟。先知不可。大师兄，方才服下伤药，缓过气来，万万不能再去涉险。师兄，别去了！那狼妖如此厉害，兴许百里屠苏已经……住口！一派胡言！这狼妖的气息似有减弱之势啊！师傅，水下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除非狼妖伤重。我去水下。先知且慢，水底恐是发生你我料想不及之事，事态未明前，勿要莽撞。师弟，快，先出山洞。此处承受不住狼妖与人相杀之力，机要崩塌。贫道适才又去禁地附近查探一番。狼妖气息已然全无，竟像是死透了一般。是我师弟将他杀了。这令师弟究竟何方高人？那一身凶煞简直令人不敢直视，凭一己之力将狼妖斩于剑下，实在匪夷所思。你在做甚？将师弟交于我。苏苏说过，不想跟你们回去。由不得他。本已是私逃下山，此番还闯下大祸，即便救了众人又如何？身为天庸弟子，理当回门派领罪。
师弟伤重，应回昆仑静养。苏苏是因为用了煞气才会。我帮他治。煞气？他那身超乎寻常的汉横之力，如你眼下这般，便是替他疗伤。大师兄，和他多说什么？直接将百里屠苏带走就是。吵什么吵？欺负女孩子啊？兰生，红玉姐，大鸟。红玉。哟，几日不见，妹妹，你们怎么落得如此狼狈？对啊，木头脸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咋回事？他受了伤，应该暂时醒不过来。哇，什么人能把木头脸伤成这样？香菱也没精打采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我替你教训他。没。红玉姐，兰生，别让他们把苏苏抢走。什么抢不抢？百里屠苏回天雍城受罚，乃是依循门规。何况他从水中现身时，满身凶煞，分明入了邪道。我天雍城可没教过这样的功夫，此等大孽，应当交由掌门亲自发落。哎，这不成。但凭你这副穷凶极恶的小模样，我可是不放心百里公子跟着你们走。你禁地之事虽凶险异常，不料最后竟然绝处逢生。灵月贤侄，过往因由，本门亦不愿多做计较。如今只替芸芸众生，谢过令师弟除此大患，感念恩义，我等自是不便再过问他与天雍城之事。观主，怎可如此？观主之意当能体会，灵月不致强求。禁地崩塌，尚有许多事情需料理。观中人丁本不兴旺，其他弟子俱在外云游，贫道与几位徒儿先返观内，做些计量。是灵月思虑不周，祸及铁柱观。待我回山禀报，天雍城定会派人前来相助。贫道先行谢过。贤侄与令师弟若有所需，皆可来观内歇息，我等定然尽心关照。观主，灵隐、灵啸，准备返程。返程？那百里屠苏如何处置？灵阳几人需尽快休养，不可再多做逗留。回山之后，我自会禀明此间种种，交由掌门定夺。大师兄，即便观主不愿插手，凭我三人又何须退让？还不明白？莽撞行事，终要害人害己。今回我险些令几位师弟白白舍身，亦是教训。待返门派，定会自请责罚。不错，不错。
倒颇有一日三省之风。作为子印徒儿，总还不算太糟。你有所指教。这位姑娘，请照顾师弟。你放心。大师兄，我们走。我都糊涂了，刚才一直忍着没开口。快给我说说，从藤仙洞分开，你们都遇上些什么事？木头脸怎么会变这样？那你们呢？找到少公了吗？少公他……傻猴儿，这哪里是说话的地方？莫说白绿公子须得敬仰，我看小灵儿也是神色萎靡，先离开这儿，寻一处安顿下来才是。说的也对，刚才那老道士不是请我们去他那儿，要去不？自然不可。天雍城弟子只是暂时作罢，怎知不会变了主意，去而复返呢？那红玉姐说去哪儿，就去哪儿。待我想想。战得痛快，本座输了。小子，那些杂碎值得你拼到这个地步，你可莫要后悔。我的朋友，你要杀他们，我只有杀你。真是情深意重，但愿他们永远别背叛你，永远把你当朋友，而不是一个怪物。不然，你可要落得和本座一样，日日夜夜饮恨无边。小子，本座命不久矣，只等这口气散了，最后便送你件宝贝，接好。何物妖邪？妖邪，不识好歹，本座内丹多少修行之人求而不得。此物不但助你功力长进，日后修炼更是事半功倍，还不谢过本座？收走，无需这东西。融进去了，再取不出来。还要告诉你，它也会令你体内煞力增长，越发难以控制。如何？
是否已在身中翻腾不息，头痛欲裂？本座无法亲眼见你发狂而死，众叛亲离的那一天，可惜。小子，死前就好好享受你所得到的力量吧！等等！谁？是谁？清雪。清雪在唱歌。我不会输。狼妖，无论生死，休想我会输你！休想我会输你！阿翔，百里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狼妖呢？这是何处？公子放心，那狼妖已死，诸人均安然无恙。眼下在铁柱观西北面的安陆，常言大隐隐于市，料想天雍城的人若要寻你晦气，于闹市中也需有所顾忌。师兄他们走了，走得一干二净，不过可没说不再来。我记得从水底出来，意识全无。后来发生何事？我与猴儿赶到那会儿，铁柱观禁地已是塌了，天雍城的人想将你带走，我们自然不让。观主感激你斩杀狼妖，除去大患，也不肯相帮天雍城，那些人只得走了。说起来，多亏你这海东精聪明，当初在甘泉村见你们几个人被带走，大概便偷偷跟着，到铁柱观后又回头寻我与猴儿。好在我俩仍在村子附近，未去得太远。未去得太远，可有救回欧阳先生？追丢了。倒是小乔、青玉坛弟子，他们在村外还有接应之人，身法均是鬼迷莫测。我们追去没多久，便失了踪影。这却糟糕。百里公子莫焦急，雷言既是想威逼少公，为其所用，定不会轻易伤他。那要寻回先生，岂非全无线索？确实不易。那几名青玉坛弟子，由少公身边搜得2枚玉衡碎片，喜不自胜。似是说道，待所有碎片集齐后，
便要去某地重塑玉衡，可惜不知究竟何处。百里公子敬仰为先，切莫过于担心，料想少公暂无性命之忧。过几日，我们便启程去衡山，寻一寻青玉坛所在。这修仙门派多半有些隐蔽之法，说不得得费些功夫。啊，木头脸真的醒了。猴儿才来，怎地要你办个事儿慢慢吞吞，半点也不见利落？你这女妖，把本少爷当跑腿的使唤，还嫌这嫌那。古人说的太对了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香菱，我可没说你，就说他。我估摸着，百里公子也该醒了，便让猴儿去买些米粥。公子饿不？并无胃口。什么？死木头脸！本少爷辛辛苦苦熬的粥，你敢不喝？哟，原来是贤惠猴儿亲自熬的。我说呢，老远就闻着香味儿，客栈里的厨子可不一定做得出这好东西。我不过看他被妖兽打得可怜，才随便做做，没特别花心思。那什么，子曰：“苟至于人矣，无恶也。”我这叫心胸宽广，不计较他以前那些恶行。多谢。你对我说谢我？完了，木头脸被妖兽打坏脑袋了！哎呀！吵死了！闹什么大惊小怪？真不是我听错。那你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啊？好话不说两遍。你气死我也！死木头就是死木头，别指望开出花来。可笑死我了！百里公子也变得这么有人情味儿，学会使坏了呢。屠苏哥哥，我平安便好。为何独不见晴雪？公子也晓得妹妹那性子，来了安陆，瞧着什么都新鲜，一个没留意，就不知跑哪里去了。勿要相瞒，他受了伤。就知道骗不过。实不相瞒，在客栈住下后，公子忽然发热不止，药食罔依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后来是妹妹一直渡气给你，将你体内那股煞气暂且压制，方才慢慢好转。他不眠不休熬了2天夜，实在太倦，今晨刚睡下。
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，不然说不准小命已经没了。人在何处？公子想去见晴雪妹妹，就在邻着的房间，去便去吧。不过总要把粥喝了才是，空着肚子乱跑却是不行。